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玩魔术方块。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中飘逸的逸。解开魔术方块是我长达32年以来的心愿。故事是这样的：8岁那年，我家不知道哪边生出了一颗魔术方块。在那个年代的魔术方块上面的颜色都是用贴纸贴上的，所以呢，当年爱耍小聪明的我，采用了撕掉贴纸、贴上贴纸的方式来还原魔术方块。这是一个作弊的方法。更糟糕的是，还被别人抓包，这个痛始终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所以今年因缘巧合，我突然想要把魔术方块解开，然后呢，经过了1个礼拜的练习，最后终于达成初次解开魔术方块的这个成就。这个过程呢，我吃了一个大坑，但也开始了解到魔术方块的乐趣，还有一些感想。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我必须说，我是连魔术方块新手村都还没有出去的新手。在我个人的设定中，如果要出这个新手村呢，至少解开一个魔术方块要在1分钟内达成，但我都还没有达到。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跟完全没有解开过魔术方块的人来说，我仍旧是可以用完全新手的心态来分享如何透过公式逐步解开魔术方块。这对从来没有过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人生成就吧。那如果你有兴趣听我说下去，可以停留一下。好，我又查了一下，根据 ChatGPT 的分析，全世界能够解开方块的人是2-3亿人嘛，所以如果能够达成这个成就，大家也该为自己鼓鼓掌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老手、高手，甚至是神手，求这些大们高抬贵手。我就只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既然花了时间，就想要分享自己走过的道路。好吧，那就让我们开始吧。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魔术方块的解法主要有2个面向。第一个是公式，最入门的公式解法就是 CFOP。那至于这个名称呢，对于新手来说知道就好了，其实也就方便你关键字让我去查资料。我主要是参考2个网站学习的，分别是第一个1小时学盲解，第二个简易解法第 N 层。这2个网站之所以会混合这2个网站呢，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一个网站里面，它是针对盲解来进行魔术方块的处理。那这个方式呢，在前面的步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善，所以非常值得推荐。不过呢，到了后面的处理，特别是在正上方出现黄色十字这个步骤之后，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它的不确定性也还蛮大的。有时候你做错了，对于新手来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所以我会比较建议透过第二个情境跟公式的方式来照表操作。总之呢，先试着解开1次、2次之后，那继续往后学习就会比较有成就感，也就不会让这些新手们直接退坑。整体来说呢，因为有公式可以参考，所以对于新手，特别是像我这种理工男，是非常友善的。在我们理工领域呢，最在意的就是可重现性，就是如果发生了什么就该做什么，最后一定要可以达成某个目的，这才是我们理工男追求的最高原则。这边说一个搞笑的故事啊，其实我拿到方块之后呢，应该是有能力在3天内完成的。当时是卡在我在上方已经完成全部的黄色了，所以距离最后也只差1个步骤。但是当我在确认公式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对应的情境，毕竟我都是从网络上找资料，也不会有人告诉我说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最后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拍照上传到 ChatGPT， 请 GPT 大神确认一下。然后呢， GPT 大神就告诉我说，你的方块有个角落应该是扭转了90度。我心想，真的假的啊？他建议我呢转个45度角，稍微拔起来看一下再判断。然后当我判断了之后，我真的确定了那一个角落是扭转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回想了一下，那天我女儿好像有稍微拿这个方块摔了一下，这种手感超软的方块应该就是被摔到那个角之后，然后直接扭转了。我的天哪，这几率到底有多低啊？不过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多花了3-4天的时间，然后这个坑就超级大的了，而且每天都是熬夜啊。所以我的宝贝女儿啊，我决定短时间内呢，你只能先摸摸保养88块的魔术方块啦。嘿嘿，好，扯远了，让我们回到主题。我刚刚说解魔术方块还有第2个面向，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要预看，也就是大家看过那种影片，一个专业的魔术方块选手在开始之前呢，是会先看过整个方块，然后当计时器启动之后呢，就会没有停顿，跟发疯似的转动方块，最终用非人类的速度来完成魔术方块。这个呢，就是结合了近百种的公式，还有观察方块的状态才能达到的。虽然说是预看，除了看以外呢，重点还是要理解自己操作的公式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这个道理就像是你会用三角函数的公式去计算出某个山顶的高度，但是你不见得会知道它的原理。如果你有能力将这个公式推导出来，
那你才是真的知道你用的这个公式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以我个人来看呢，当你完成一次魔术方块之后，后续想要继续加快处理效率，就是必须要开始逐步理解这些公式的真正原因。预看对于新手来说呢，还是有点遥远，至少对我个人是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入门的时候，似乎还是先从公式执行。那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如果不能先带给大家解开之后的快乐，那我想就不会有持续游玩的可能性了。好，再来要说的呢，比较像是杂谈的内容，我觉得我应该会先把它切成第一集吧。所以也请高手跟神人呢，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转译成那些完全没有玩过魔术方块的人，让他们听得懂的文字。第一点是心态。魔术方块这个玩具呢，在1980年开始销售之后，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靠口耳相传，然后资讯分享。2000年之后，网际网络蓬勃发展，这个比较友善的环境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些公式解。可是我发现呢，在网络上找到这些公式解，或是找到一些告诉你如何解开魔术方块，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这主要原因是让我小小的抱怨一下啦，就是他们手速都太快了。你想哦，对于那些真的刚开始有兴趣的新手来说，看到那些影片里面的转速呢，都是会马上关掉影片的。然后找了好几支影片都是这种感觉，那最后下场就是算了，他觉得他这辈子都解不开了。那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蛮重要的，特别是以我个人来说，我就很在意说一份报告、一个文件、一段呈现的内容呢，它是必须要完全站在收听者的角度去思考。最重要的就是对方要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要想，你是专家，他们是非专家。当你说了一个概念之后，如果他们听不懂，你觉得问题在谁身上？当然就是主讲者啊。所以当对方能够听懂你在说些什么的这个报告或呈现或影片，才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举例来说呢，有些新手入门教 CFOP 的影片，他在讲过公式之后呢，展示就用爆手速的方式来转方块，那这对新手而言他根本就看不懂。如果说这些影片能够更多站在新手入门的人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去呈现的话，这个游戏群体才更有机会去蓬勃发展。或许将你喜欢的事物让更多的人加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会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玩魔术方块，总比大家一直在滑手机消磨时间来得更好，对不对？第二点，方块。有关于方块呢，最一开始我是从玩具店里面去买了一个250块的方块，反正就是买小孩子的玩具，也顺便买我大人的玩具。第一次买的方块，怎么说，感觉就是很软，这软到几乎是可以散架的程度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女儿一摔就可以把一个角落刚刚好扭转了90度，而且魔术方块会越玩越软。那我才刚玩了1-2周，就觉得它已经软到不行了。所以呢，我就想要找一颗比较硬的方块，那我就去宝雅买了一颗88块的方块。使用上的感觉呢，是真的很硬，所以在转动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卡，每次转动的阻力都很大，所以我也觉得这不是手感很好的体验。接下来呢，我还到过成品去买那种就是一个圆弧形的，它旋转的感觉跟硬度我都觉得刚刚好，不过就是一定要转到正确的位置，它才可以转下一个动作。那再加上我提到它是圆弧形的，我个人觉得我手指头波动真的感觉 KK 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四四方方的，可以就是推啦、拨啦、勾啦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方块玩起来手也是蛮有负担的。好，那另外呢，我就买了一个钥匙圈的方块，很小很小的那一个，大约就是2根指节的宽度。这个小方块呢，一来手要很细，不然你会不小心错误的转动到其他你不想要转动的东西。二来就是我觉得手指头更为酸痛，而且最后有一点溜球的感觉。那我也发生过，就已经快要解完了，没剩几步，但是就因为手滑掉到地上，就整个乱掉，所以就只能重新来过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工具，也就是更好的魔术方块，手感更佳。所以上网去查一查之后，我就发现接下来内容没有业配，我个人查到就是我在那个西门町的小玩号接触到了所谓的磁悬浮方块之后，我使用了，我整个脑袋就原来有这么好用的方块啊，那种丝滑感、顺畅感，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真的要玩魔术方块的话，至少买一颗块来使用一下。好，然后等等哦，店家后来也让我摸了一下那个大概接近1200块魔术方块，等级说有所不同，那我就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呢？所以我稍微敲打了一下，我只能说我靠，这真他妈的好用啊！主要差别在于你只要稍微推一下之后，
它就会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简单一点的形容就是，一般的方块你在操作上，它会发生零零角角没有对齐成正方体的样子，这是因为你可能某一个动作没有做完整，那个面会是75度、80度，然后等到你下一圈再转圈，你就会需要硬转，然后你就听到咔咔咔的声音，那就表示前一个动作一定没有把它复位到正确的位置之上。好，总之呢，这颗方块让我感觉到它是可以帮你用磁力贴到正确的位置上面，手感就非常的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我试用了一下就买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反正就已经要玩，或许你可以去一趟西门町武昌诚品3楼小玩号去试转一下，其实也没什么损失，要买不买随你啦。好，第三件事情是指法，我要提一下我现在面临的课题呢，就是速度转得不够快。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指法以及预看的部分就很难说明啦，这边就跳过，我其实也还在研究。那转过头来指法的部分呢，我想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意指法。它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加快速度。好比说你今天在搭电梯的时候，当电梯门打开之后你走进去了，如果你是先按楼层才按关门，其实会慢一点点。换个方式，如果你走进去之后是先按关门，按了关门的那一瞬间赶快按楼层，这样子呢就可以少去一些等待的时间，加快你上楼的速度。就算这两者之间最后都是到你指定的楼层呢，但是就是会快个大约1-2秒吧。举一个魔术方块中最入门的指法，就是如果同一个方向你需要连续转动2次，好比说左转2下，那么第一次左转其实应该是用食指拨动，而第二次左转则是马上透过中指去拨动，那这样就会变得很顺畅的。当你在解魔术方块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快一点点，其结果呢就是会比较快解完一整颗魔术方块。第四个部分是表示法，对于新手来说，凭良心讲，看到一些英文字公式是蛮痛苦的。虽然我知道国际上沟通好像就是用这些英文符号来代表某些转动的行为，有鉴于大家刚入门的时候在网络上搜寻经常会看到，我觉得我还是简单提一下好了。正式的表示法呢就会是 F F+B B+L L+R R+U U+D D+，它们所代表的是当你转动某一面，它顺时钟90度的旋转，或者是逆时钟90度的旋转。逆时钟的旋转呢就会有一个 plus 的符号。接着就让我一个一个说明。 F 代表是前面这一块， F 呢是前面的顺时钟， F+ 是前面的逆时钟， B 则是 back， B 代表背面的顺时钟， B+ 代表背面的逆时钟， L 代表左面，所以 L 呢是左面的顺时钟， L+ 呢则是左面的逆时钟， R 代表右面的顺时钟， R+ 代表右面的逆时钟， U 代表上面的顺时钟， U+ 代表上面的逆时钟， D 代表下面的顺时钟， D+ 代表下面的逆时钟。好，说完了。但是这些表示式呢，对于新手真的是不太友善。我真的会比较推荐去看那些有图示的教学网站，就像我们说1分钟盲解网站。一般来说呢，它会以方块面向我自己的方向，然后接下来你要旋转，就是看你要左手还是右手，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如果是以左手来转的时候呢，就会有左右上下这种比较亲民的公式表达。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网站1分钟盲解的表示法。那当然到后面的公式呢，则是另外要记得1到7个转动规则以及情境，这就是第二个网站简易解法第 N 层的表示法。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玩看，因为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